最近一段时间，北京、上海豪宅成交突然放大，海南、上海、深圳一些高端项目被整栋买走，甚至还有说法呀，说外资已经在悄悄进场抄底中国房子了。这件事儿是真的吗？先给结论，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儿，也说错了一半儿。的确有一些海外资本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做资产配置，但这不等于外资大规模的抄底中国住宅市场。这两句话呢，差别非常大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外资在抄底中国房地产吗？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啊，来的到底是谁？哎，我们看看谁在买。你会发现呀，真正被反复提到的，并不是散户的外资，而是几类非常典型的机构资本。第一类呢，就是国际资产管理公司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国际地产基金，还有亚洲长期资金，还有谁呀？还有跨国运营商，比如说全球做不动产投资最著名的那一批，那他们的特点呢，都只有一个，就是只做大额的，只看现金流的，周期极长。那亚洲长期资本呢，比如说像新加坡、日本体系里的一些长期资金，那这类资本他们对中国市场是非常熟的，但是出手一般来讲非常谨慎。那有跨国企业背景的地产运营商呢，他们买的往往不是房子，而是一个可以持续运营的资产包。所以我们仔细看啊，这些资本啊，几乎没有一个是来炒房价的。那他们抄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底呢？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，也就是咱们得看他们买的是什么房子。如果你以为啊，他们抄底的是普通住宅、刚需盘、改善盘、郊区新房，那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，肯定不是。他们真正关注的呢是三类地产。第一类叫经营性商业地产，比如说写字楼啊、商办呀、购物中心呀、整栋的商业物业呀。原因很简单呀，这些地产呢有稳定的租金，现金流可以预测，可以长期持有，可以抵押证券化再融资。对这些资本来说呀，他们买的是一个实体版的高股息资产。第二类呢，就是物流产业租赁类地产，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园呀、产业园呐、长租公寓呀、酒店改造项目呀。那这类地产背后的逻辑啊，是他们赌的不是这个房价会上涨，而是中国仍然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。那么未来对物流、对居住、对产业空间是有长期需求的。第三类是极少数一线城市的顶级豪宅。注意啊，我这里其实是有几个限定词的，极少数一线城市顶级豪宅。那这类资产呢，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准硬资产，稀缺、圈层狭窄，不需要频繁的流动，在极端情况下，它的跌幅相对可控。这不是大众房地产市场，是资本市场的角落资产。那为什么这些资本现在出手呢？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有误解。你可能听到一种说法，说外资啊，那是觉得中国房地产见底了。但是从资本行为来看呢，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他们认为有些资产已经跌到可以算账了。注意我说这个词儿啊，不是看好房地产，而是能算账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，很多中国房地产资产价格是不透明的，政策也不够稳定，流动性预期混乱。而现在呢，反而我们出现了一个状态，就是房地产的价格被打下来了，这个预期啊已经被市场压得很低了，但是这些资产本身还存在呀，它们是有价值的。所以呢，对这些长期资金来说，现在已经不是中国的地产狂热阶段了，而是冷静下来的阶段。那么为什么市场感觉这个外资很多都来抄底了呢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错觉。原因呢只有一个，因为国内的资金在撤退，外资的少量进入就显得特别的显眼。当整体成交量萎缩的时候，一笔外资的大宗交易，一整栋楼买入的案例，那么在舆论新闻场所当中就会被无限的放大。但如果我们看比例，就会发现外资在中国房地产交易中的占比仍然非常低，他们仍然不是主力，更谈不上咱们中国房地产的接盘侠。
所以我在这里呢，想特别提醒大家，不要把人家外资的防守动作误解成你的进攻信号。因为这些资本啊，人家去买这些房产呢，他们是不加杠杆，不靠工资现金流的，不在乎资本的短期波动，他们持有的周期可以是10年、20年。而我们普通家庭如果去买房子呢，往往意味着杠杆成本很高，现金流有限，我们对流动性的要求更高，我们容错的空间很小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新闻啊，海外资本在抄底中国的房地产，你就觉得中国楼市是不是要起飞了？那很可能啊，你就站在了错误的位置，看错了别人的动作。所以以后呢，我们看到类似的新闻啊，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框架。第一，他们买房买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呢？是普通住宅呢，还是经营性的资产呢？第二，买的人是谁呢？是普通的外资散户呢，还是专业的长期资本呢？他们加不加杠杆了呢？第三，他们这个动作对你来说有没有可复制性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这件事儿呢，就只是一个宏观的信号，而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个人行动的指南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